他的班在户部街菜场，在没有找到对口的正式的工作之前，他一直在户部街菜场做接货。所谓接货，说白了也就是搬运，把瓜果、蔬菜、鱼肉、禽蛋从大卡车上搬下来，过了磅，再分门别类，送到不同的摊位上去。这些事以往都是摊主们自己做的，可是外人往往就不知道了。那些灰头土脸的摊主们其实是有钱人，哪有有钱人还做力气活的？摊主们不做，好，他的机会可就来了。他把他的想法和几个摊主说了，还让他们摸了摸他的肌肉。几个摊主一碰头，行，工钱本来也不高，摊开来一算，十分的划得来，每一家也就是3个瓜2个枣。接货的劳动量并不大，难就难在时段上，在下半夜，只能是下半夜。第一，大白天卡车进不了城；第二，蔬菜娇气，不能隔天，一隔天品相就不对了。品相是蔬菜的命根子，价码全在这上头。关于蔬菜的品相，摊主胡大哥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。胡大哥说，蔬菜就是小姐，好价钱也就是20啷当岁，一旦拈下来，皮塌塌皱巴巴的，价格就别想上得去。撇开小姐不说，比较下来，他最喜欢接的还是蔬菜，不油不腻，接完了冲冲手，天一亮就可以上床了。最怕的是该死的禽蛋，不管是鸡蛋、鸭蛋还是鹌鹑蛋，手一划，哗啦一下，一个都别想捡得起来。只要哗啦一次，他1个月的汗水就不再是汗，而是尿，尿就不值钱了。刚开始接货的时候，他有些别扭，似乎很委屈，现在又好了，挺喜欢的。体力活他不怕，夜里头耗一耗也好，一身的蛮力气绷在身上做什么呢？每天起床的时候，裤裆里的小弟弟没头没脑的架在那里，还做出瞄准的样子，又没有目标。现在好多了，小弟弟是通道里的，凌晨基本上已经不闹了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他到底还是不喜欢，主要是不安全。为了糊口，在户部街菜场临时过渡一下，当然没问题。可总不能接一辈子小姐吧？也24岁的人了，总要讨老婆，总要有家吧？一想起这个，他的心里总有一股说不上来的落寞，也有些自怜的成分，特别怕看货架。晨曦里的货架琳琅满目，摆满了韭菜、芹菜、莴苣、大椒、蒜头、牛肉、羊肉、凤翅、鸡爪、猪腰子，还有溜光滚圆的禽蛋。这些都不属于他，并不是他买不起，是买菜这样的一种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不属于他。他就渴望能有这样的一天，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很家常的日子。他一觉醒来了，拉着他的手，在户部街菜场的货架前走走停停，然后和他一起挑挑拣拣，哪怕是一块豆腐，哪怕是一把菠菜，能过上那样的日子多好啊！会有的吧，总会有的吧。作为一个接货，他在下班的时候从来都不看货架，天一亮掉头就走，回到家倒头就睡。户部街菜场离他的住处有一段距离，他打算在附近租房子的。由于地段的关系，价格却贵了将近1倍。城里的生计不容易，他不是没有动过回老家的念头，但是不能够，回不去的，不是脸面上的问题。当初他要是考不上大学，反而好了，该成家成家，该打工打工。现在呢，
他在老家连巴掌大的土地都没有，又没有本钱，怎么能立得住脚呢？能做的只能是外出打工，与其回去再出来，还不如就待在城里了。他人生的步调乱了，赶不上城里的趟，也赶不上乡下的趟。当年的中学同学都为人父为人母了，他一个光棍回家过年的能力都没有。一声叔叔100块，两声舅舅200块，他还值钱了。他怎么就成龙了呢？他怎么就考上大学了呢？一个人不能有才到这种地步。到底年轻，活力旺，和他分手才2、3天，他的身体作怪了，闹了。想他瘦小而强劲的腰，想他坚韧不拔的浮力。可是他还肯不肯呢？那一天可是喝了一肚子的酒的，他一点把握也没有了。试试吧，那就试一试吧。他一手拿起手机，另一只手却插进了裤兜，摁住了自己。他没有接，手机最后说对不起，对方的手机无人接听。他合上手机，羞愧难当。这样的事原本就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。他站在街头，望着冬日里的夕阳，生自己的气，有股子说不出口的懊恼，还有那么一点凄惶。他就那么站着，一手捏着手机，一手握住自己。不过他到底没有能够逃脱肉体的蛊惑，又一次把手机拨过去了。这一回却通了，喜出望外。谁呀？他说。是我。他说。你是谁呀？他说。他的气息听上去非常虚，嗓音也格外的沙哑，像在千里之外。他的心口一沉，问题不在于他的气息虚不虚，问题是他真的没有听出他的声音，不像是装出来的。贵人多忘事啊，他说，故意把声调拔得高高的，这一高其实就是满不在乎的样子了。是我，同学，还有老乡，你大哥嘛。他自己也听出来了，他的腔调油滑了。这样的时候，只有油滑才能保全他弱不禁风的体面。这个电话他说什么也不该打的。手机里没声音了，很长很长的一段沉默。他尴尬死了，恨不得把手机扔出去，从南京一直扔回到他的老家。这个电话说什么也不该打的。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。在一大段的沉默过后，手机里突然传来了他的哭泣，准确地说是啜泣。他喊了一声哥，说来看看我吧。他把手机一直摁在耳边，直到走进地下室，直到推开他的房门。就在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，他们的手机依然摁在耳边，已经发烫了。可他的额头比手机还要烫。他正在发高烧，两只瞳孔烧得晶亮晶亮的，烧得又好看又可怜。起来呀，他大声说，我带你到医院去。他刚才还哭的，这一来似乎又好了，脸上都有笑容了。不用，他沙哑着嗓子说，死不了。他望着他枕头上的脑袋，孤零零的，比起那一天来，眼窝子已经凹进去一大块了。他一定是熬得太久了，要不然不会是这种样子。他想起了上个月他熬在床上那几天，突然就是一阵酸楚。你就一直躺在这儿？他说，明知故问了。是啊，没躺在金陵饭店。他还说笑呢。赶紧去医院呢。不用去啊，死不了。
他终于还是冲他发脾气了，到底上过一次床，又太孤寂，他无缘无故的就拿他当了亲人，是一家子才有的口气。唠叨死了你，还是去吧。死不了，他说，再停2天就过去了。去医院干嘛？一趟就是400-500。他想说我替你出的，咽下去了。他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，在钱这个问题上有病态的自尊，弄不好都能反目。他赔上笑说，去吧，我请客。我不要你请我生病。他闭上眼睛，转过了身去。我死不了，再有2天就好了。他不再坚持，手脚却麻利了，先烧水，然后料理他的房间。不知道他平日里是怎样的，这会儿他的房间已经不能算是房间了，满地都是擦鼻子的卫生纸、纸杯、板蓝根的包装袋、香蕉皮、袜子，还有2条皱巴巴的内裤。他一边收拾一边抱怨，哪里还像个女孩子，怎么嫁得出去？谁会要你？谁把你娶回家？谁他妈的傻？抱怨完了，他也打扫完了。打扫完了，水也就开了。他给他倒了一杯开水，告诉他烫，下楼去了。他买来了感冒药、体温表、酒精、药棉、面包、快餐面、卷筒纸、水果，还有一盒德芙巧克力。他把买来的东西从塑料口袋里掏出来，齐齐整整的码在桌面上，都妥当了。他坐在了他的床边，把他半搂在怀里，拿起杯子给他喂药，同时也喂了不少的开水。在他喝饱了的时候，他拧起眉头，脑袋侧过去了，他就开始喂面包。他把面包撕成一片一片的往他的嘴里塞。吃饱了，他再一次拧起了眉头，脑袋又侧过去了，他就又塞了一只梨。也没有找到水果刀，他就用牙齿围绕着梨的表面乱啃了一通。昨天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他说。前天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喝饱了，吃足了，他的精神头回来了。这怎么回答呢？不好回答了，他就不搭理他了，脱了鞋，在床的另外一头钻进了被窝。他们就这样捂在被窝里看着，也没有话。他突然把身子往里挪了挪，掀起了被窝的一个角。他说，过来吧，躺到我身边来。他笑笑说，还是躺在这边好，躺在你那儿容易想歪了，你生病呢。哥，你就不知道你的脚有多臭吗？他踹了他一脚，你的脚臭死了。